少主，你是谁？啊，在下天才商会执事林南，受您师尊暗喻北皇之谕，特地为您送来一份贺礼。这是天才商会的转让书，从今天开始，您就是我们天才集团新的主人了。那个疯老头，天下第一商会天才集团，看来他真的没骗我，他真的在外面有一方势力。少主，您师尊和赵家老爷子是拜把子兄弟，同时与赵家也订了一份婚约。您看，您现在是不是去一趟赵家呢？那老头子对我有恩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打败赤龙一的。既然是他定下来的，就去一趟。哎，是，快去。小陈呐，哎，来了就别客气，就跟自己家一样啊。好嘞，伯父。你看呐，你是我家老爷子亲自指定的结婚对象，老爷子眼光那么高，能被他老人家看上的人，肯定是人中龙凤啊。小陈呐，你是出自哪个世家的少爷？啊，我爸妈来了。叶晨，你个废物怎么会在这里？婷婷，你干什么？你可是有婚约的人，人家小陈还在这坐着呢，你就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人家小陈可是大家族的继承人。大家族的继承人？就他？伯母，你们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继承人，他就是5年前非礼我母亲的畜生。小浩，我知道你对我们家婷婷有意思，但是你也不能随意污蔑小陈。伯母，我还能骗您不成？他就是我那个废物哥哥，被叶家除名丢到鬼域的废物。小陈，他说的可是真的。伯母，我确实刚从鬼域出来，不过我现在……什么？你就是5年前叶家那个搞乱伦的废物？你这个畜生也配娶我家婷婷？行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既然小陈从鬼域里头出来了，那说明他已经改过自新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老赵，你疯了吗？他可是当年叶家的耻辱，你居然还想把婷婷嫁给这个废物！爸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我才不要嫁给这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呢！你给我住嘴！这门婚事可是老爷子指定的，我们赵家岂能是言而无信之人？什么狗屁道理！我们家婷婷要是嫁给这个畜生，那她一辈子可就毁了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先消消气，为了一个废物生气不值得。我这次来呢，是奉家母之命来提亲的。这个价值700万的翡翠玉镯，就当做是给二老的见面礼了。什么？700万？小浩，你真是有心啊！另外还有这个，也可以送给赵家赤龙帖。你们叶家也能收到赤龙帖？伯父，赤龙亲卫考核是我大夏的盛事，除了参与考核的人，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得到邀请观礼。这可是结交上等权贵的好机会，若是有幸，还能得到神尊的召见。爸妈，只有嫁给叶少，我才能获得幸福的。你们2位就同意我们2个吧。狗杂碎，敢跟我抢女人，你也配？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。既然你妈没有好好教你如何尊重长辈，那我亲自教你。我杀了你！让你跟着我念长兄如父。废物东西也配当我大哥？你长兄如父，陈，快松手！你干什么呀？他是你弟弟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就是个疯子！叶浩哥哥，没事吧？擦着，我杀了你！还没学会。叶晨，你给老子记着，不会放过你。
爸，难道你就忍心看我嫁给这样一个暴力狂吗？小陈啊，你太冲动了你！伯父伯母，见笑了，我只是教育一下我的弟弟罢了。都是你这个废物，把这张赤龙帖给毁了。不过就是区一张赤龙帖嘛，就算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也能带你们进去。你懂什么？你个有眼无珠的废物！这张赤龙帖那可是权贵的象征，只要能去，那都是迫切的富贵。像你这样的土包子，见过什么大世面？除了会说大话，你还会做什么？行了，赵家也得到了邀请，有一份赤龙帖，到时候你跟小陈一起去吧，也好积攒一下人脉。爸，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到时候大夏神尊也会过来，你们两个多好好表现。老赵，你疯了？难道你非要这种垃圾做女婿？小陈人不错，孩子的事情咱们就不要再掺和了。看什么看？难不成你还真想跟我一起去参加赤龙亲卫的考核？可是神尊大人要亲临现场的，怎么像你这样的垃圾身份也有资格进去？赤龙亲卫的考核，我要是不去，他就没有举办的意义。什么考核呀？还必须得你参加？你算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？难不成你还真把自己当了赤龙神尊了？对呀，我就是赤龙神尊。你怎么还跟着我呀？这里面可是赤龙亲卫的考核，难不成你还想跟我一起进去啊？是伯父叫我来的。再说了，这个考核我要是不来啊，那就是一个笑话。你神经病啊！你该不会是有那妄想症吧？怎么还真把自己当那大夏的神尊了？婷婷，哎呀，想死你了！灵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吓我一跳。我听赵伯父说，你今天跟你那个未婚夫一块儿来的，他在哪儿呀？快给我介绍介绍，让我这个好闺蜜给你好好把把关。什么未婚夫啊？他呀，就是5年前业界搞乱伦那个废物啊！也不知道我爸到底是看上他哪一点，千挑万选就是要选他。这不就是个亲卫考核吗？他搞这么大场面干嘛？奉承严家嫡子到，南域何家神子到，北海上官家。他们可都是大夏顶级的世家呀！要是我能结识一二的话，那我赵家岂不是就飞黄腾达了？婷婷，这些世家算什么呀？现在世家中势力最大的是萧家。燕京萧家萧凤到。萧大人，你们就是我这次考核的对手。萧大人，我们哪是您的对手啊？我们呀，就是想一睹您的风采。萧大人，这天下谁不知道您才是神尊大人最合适的亲卫，您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啊！不知道您的身边缺不缺一只暖床的小狗啊？放肆！你也配上我家大人的床？还真是一帮垃圾啊！叶晨，你这个废物怎么也在这儿？废物，你还缠着我家大人吧？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但你最好清楚，我马上就是神尊亲卫了，不是你这种废物可以高攀的。大人，你还和他说那么多干嘛？我看啊，他就是一路尾随你过来。废物，这儿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，给我滚！去死！叶晨，萧大人，你是谁？大人，我是赵家赵婷婷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。如果他实在打扰到您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不用，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这位可是萧家大小姐，
以后的神尊亲卫，你得罪了他，我们整个赵家都赔罪不起。你未婚夫叶晨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，被我拒绝之后又吃上了赵家的软饭。这人是谁呀？怎么没见过？不知道，不过看样子应该只是一个没眼见的人，竟然招惹我们萧大人。哎，赵家也是，居然招了一个这样的垃圾当上面女婿。萧凤可是马上就要成为神尊亲卫的人，整个燕京巴结他都来不及，他居然敢得罪！这个杂种居然真敢来了！萧大人，我是叶家的叶浩，您还缺狗吗？我可以当您的狗。叶家算什么东西？我家大人可是神尊亲卫，不是什么样的狗都收的。这个废物是你哥？怎么可能呢，大人？这种恶心的垃圾怎么配待在我们叶家呢？叶晨，你都听到了，还不快向萧大人磕头赔罪？给他道歉，他配。口出狂言的废物！你看，萧凤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你如果一心求死，现在就杀了他！我高手。不知是哪位大人在此？刚才是萧凤闯错了，还请大人恕罪。叶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可是神尊大人的位置，真是找死！你这个杂种居然敢坐神尊大人的位置！叶晨，停掉！不要管他，既然他要送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他。可是叶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给我指手画脚。那可是神尊大人的位置，不是你这样的废物，给我滚下来！我要是不动，身为神尊亲，胆敢挑战神尊亲，死！赤龙军天北战神到！参见天北战神！亲卫考核取消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见到天北战神不下跪也就算了，还敢口出狂言，简直找死！叶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下来！停掉！不要管这个废物，他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。可是我们赵家……放心吧，婷婷，天北战神不会怪罪到你。这人什么样？这么快！我来之前曾找人打听过，他好像是叶家的。大人，这个废物5年前就被我叶家赶出了家，他已经不是我叶家的人了。他的所作所为跟我叶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废物！见到天北战神还不快滚下来拜见天北战神！凡夫俗子要我下跪，天北，你觉得你能受得起？天北大人乃是赤龙战神，对天北战神不敬，就是对赤龙军不敬，就是对神尊大人不敬。身为赤龙亲卫，为维护神尊威严，属下请命诛杀此等狂徒！诛杀狂徒，以正神尊之威！你就是萧家的萧凤？是，属下燕京萧家之女萧凤，只要战神大人一声令下，属下定体死。放！你什么时候成为赤龙亲卫了？赤龙军的考核都是无比的，能进入赤龙军的都是无比的精英，而赤龙亲卫更是精英中的精英。而你目无王法，自封赤龙亲卫，扰乱考核大典。神尊有令，赤龙亲卫的考核取消。什么？啊？这怎么能取消呢？取消了？怎么？你们有意见？不可能！肯定是因为他扰乱了赤龙亲卫的考核，惹得神尊大人不高兴了。林静，你回去跟赵伯父说一下，你们的婚约一定要废掉，你千万不能嫁给这种烂人。就是要听他，你可千万不能嫁给这个烂人啊！我知道了，不会跟我爸爸说明白。天北大人，
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赤龙亲卫的考核怎么突然取消了？怎么，你在质疑神尊大人？少奇，闭嘴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质疑神尊大人？少主，对不起。哎呀，真没意思呀！真没准这些世家怎么一个个都歪瓜裂枣。站住！你还要干什么呀？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今日去考核大典，就是为了去捣乱，阻止我成为赤龙亲卫。我阻止你成为赤龙亲卫，你有没有资格？切，得不到我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怎么？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毁了我的考核大典，还好意思问我要干什么？上！先冷静一点。考核取消了，下次参加就完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这个考核大典对我有多重要？我要是不能成为赤龙亲卫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够了，一家之子，何况如此？有些东西配。这就是痛快。大小姐，赤龙亲卫的考核取消了，您没能选上赤龙亲卫，对吗？按照您之前跟萧家的约定，我得请您去跟叶家履行婚约。叶家跟萧家的婚约不是已经解除了吗？你是叶晨，南城叶家分支叶晨。是我，萧凤之前已经解除了跟我，你不用再带他过去。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萧家千金大小姐要嫁的可是叶家主脉继承人燕京叶家，跟你退婚，那是因为你这个叶家分支垃圾配不上的。大小姐，走吧。说了，绝对不会嫁给叶天胜那个人渣。大小姐，叶天胜可是叶家主脉的继承人。再说了，您可是跟萧家约定好的，选不上赤龙亲卫，就必须得跟叶天胜成婚。我死也不会嫁给他。大小姐，得罪了。再进一步，死！大小姐，还是不要为难属下。我说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你们要是再骗我就死给你们看！真是个不听话的。得罪了大小姐，带走。老头，人家既然不愿意跟你走，就算了，还是不要强人所难了。就你这个叶家分支的垃圾，也敢拦我们萧家？怎么还想英雄救美？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告诉你，看在你是叶家分支的面子上，现在滚，不然废了你！就凭你这些人，还想废了我？不知死活！废了他！武者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有点本事啊！没想到叶家分支竟然也能出武者，看来还真是小瞧你了。老头，你为什么要带走萧凤？小子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因为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萧家大小姐。多年前你的婚事就是个笑话，只有叶家主脉叶天胜才能配得上我们家大小姐。现在，老夫还可以饶你一命，就凭你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老夫可是燕京10大宗师，多年已经没有小辈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既然你想死，那就怪不了我了。呀！区燕京10大宗师，
不过蝼蚁之辈，蝼蚁之辈。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南城叶家叶城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叶家主脉才只有2位宗师，你们叶家分支怎么可能有宗师？更何况你只是个毛头小子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很强，可我背后可是萧家，像你这种废物，如果得罪萧家必死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萧家的总管！你不能杀我！萧家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萧凤比今天谁都也别想带走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从哪儿滚回去！敢得罪萧家，萧家绝对不走！看来只是跟那个女东西打边的。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，萧家是怎么回事？神尊大人恕罪，是我们的疏忽。我说的是萧凤与萧家的联姻。萧家和叶家确实有婚姻，5年之前，萧家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家族，因此只能求着叶家定下了这个婚约。不过，此人是叶家的支脉，也就是神尊大人您。我跟萧凤的婚约不是已经解除了吗？怎么那老东西还要把萧凤带回去跟叶家履行婚约呢？您在鬼域的这5年，萧家在萧凤的带领下逐渐壮大，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这个支脉的婚姻，他们重新定下婚约，也就是叶家的继承人叶天胜。叶天胜？是的，叶家的继承人叶天胜。此人在燕京没少干欺男霸女的事情，但是碍于他叶家继承人的身份，也没人会说什么。这也是萧凤不愿意嫁给他的原因吧。大人，萧家惹怒了您，我这就带人去灭了萧家。不必了，他能在5年之内把一个3流家族发展成1流家族，也算是有一些能力。这样，你去通知萧家，赤龙君会单独为他安排一场婚礼。是。唉，把他一个人丢着怎么消化？废物，你在干什么？行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对我做什么？你对我做什么？少主，这个废物想对你图谋不轨。什么叫我对他图谋不轨？我明明刚才帮了你。这个废物，我一出来就看见他对你动手动脚的。叶晨，你最好收起那些恶心的想法。我说过了，你配不上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对我做出什么下流的事情，我真的会杀了你。少主，我看啊，就是这个废物得不到你，才想用下流的手段。依我看，你就应该杀了他，省着他到处祸害别人。我说你们这帮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萧管家把你打晕了，我把他打跑了，你就在那血口喷人。萧家人呢？少主，什么萧家的人？我一出来就看到您一个人和这个废物。他们走了，那应该是萧家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。叶晨，我劝你最好收起你那些恶心的想法，你配不上，以后别再纠缠了。哎，腿也太重了。叶晨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伯母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我们赵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来，少说两句。姓赵的，你看看你招的什么女婿，大闹亲为考核，现在我们赵家是整个南城的笑话。伯母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龙尊亲卫的考核本来就是闭嘴！婷婷都跟我说了，你这个有眼无珠的废物，人家燕京萧家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吗？要不是婷婷，你这个废物早就被拉出去喂狗了。我不管老赵，
这个废物无论如何都不能去我们家婷婷，让他赶紧滚！妈，婷婷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和你爸把这个废物的婚给退了。哎呀，人家小陈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，不懂也正常，以后历练历练不行。还历练什么？他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，烂泥再怎么历练，他都是烂泥。你还赖在我家干什么？今天就凭你得罪了燕京的萧家，如果不是有我们赵家在，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考核大厅吗？萧家得罪就得罪了嘛，这有什么呀？你这张嘴，除了会说大话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人家那是萧家，燕京的萧家，你知道那种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吗？不就是稍微大点的蝼蚁吗？我来告诉你，叶晨，你这个人在萧家的面前，连一只蝼蚁都算不上。够了，都别吵了。一会儿我们赵家和天才商会还有一场饭局，婷婷和小陈一起去吧。小陈，这回多注意点，别再搞砸了啊！天才商会的饭局不是你这种废物配参加的，你休想去我家婷婷，滚出去！够了，赵家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爸，婷婷，小陈人不错，只是缺少历练。你们俩现在就去准备准备，马上就去。真是不知道我爸到底看上这个废物什么了。叶晨，一会儿进去，不许乱动，什么都不许干。今天来的可是天才商会的林公子，你我都得罪不起。不用这么紧张，这天才商会好像是我的产业。又开始说大话了是吧？前2天说自己是什么神尊大人，今天又说天才商会是你的产业，一个一天只知道幻想的废物。叶晨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今天来到这里，要么安安静静坐下来吃饭，要不立刻给我滚蛋。好，都听你的，我进去肯定不乱说话，行了吧？真不知道我爸看上你哪一点，非要让我来历练你这样的社会渣子。婷婷，好了，别闹了，灵儿，一会儿啊，林公子该来了。婷婷，别站着了，赶紧坐。这个杂种怎么也盯过来了？婷婷，你怎么把他也带进来了？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今天要来的可是天才商会的林公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能和林公子坐在一个桌子上？蝼蚁确实没有资格跟我坐在一个桌上。杂种，你个无权无势的废物！说谁是蝼蚁？怎么还需要我再教你一次怎么样尊重长辈？你够了，叶晨，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过的话吗？要么你现在闭嘴，要么你就滚出去。好了好了，婷婷，都别生气了，大家快坐下吧。叶晨，别说话。1号哥哥，这林公子什么时候能来啊？林公子可是天才商会林会长的儿子，人家可是天才商会的继承人，那可是大忙人，怎么可能到那么快？1号哥，这天才商会真的这么厉害？小灵儿，天才商会可是我大夏的顶级财团，林会长皱一皱眉毛，整个大夏的金融行业都要跟着抖上一头。能和林会长的儿子一起吃饭，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福分。我堂哥说，天才商会背后可是暗喻北皇。什么？暗喻北皇？暗喻北皇虽然说比不上赤龙神尊，但那也是一方雄主，也是我们这些人一辈子也见不了的大。林公子，您请夜的，你就请老夫这种大肚地方吃饭。林少，这可是整个南城最顶级的酒店。什么烂酒店啊！连狗来都不吃，耽误时间。林少，请留步。林少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招待不周，还请您谅解。这位美女是林少，这位是赵家的大小姐赵婷婷。混蛋！不知道
这位美女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把你手给我拿来！你要是再乱动的话，现在就帮你废了他！你他妈找死！你闭嘴！对不起，林少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滚出去！林少，这个废物就是婷婷的未婚夫，他就是个垃圾，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。婚夫，你揍婷婷是人妻？林少，您这是人妻好呀！我最喜欢玩就是人妻。如果您当着他老婆的面玩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小婷，小婷，刚才这件事呀，我可以不追究。谢谢林少。不过嘛，这个事情它已经发生了，就这么算的话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把他喝了，然后陪我玩一晚上。今天这个事儿呀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怎么样？林少，婷婷她酒量不好，我来给你喝。老子让你插话了吗？老子插话了吗？老子最烦就是在我说话的时候别人插，尤其是你们这种底层的贱民，你敢再插话的话，老子命全家！对不起，林少，是我不懂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林少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你赶快给老子爬起来！你把地板都脏了，我怎么玩？是，我现在就起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婷啊，你别害怕，这有些人呀，不教训一下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给你加了一点小佐料，今天晚上保证你玩的很开心，比以前更爽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让你这个未婚夫也在现场看着我玩，怎么样？小婷，你应该知道得罪我们天才子的下场吧？只要你和你这个废物未婚夫乖乖听话陪老子玩，我可以保证你赵家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。怎么样？婷婷，喝吧，别让林少不高兴。婷婷，你其实可以不用喝的。你滚开！都是因为你招惹了林少。好，姓叶的，滚去给老子看门！是。哎呦！赵家的废物呀，你就给老子跪在地上看！不得不说呀，你老婆可真热呀！浩哥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呀？不用了，林少玩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进去打扰他眼睛。妈的，敬酒不吃吃饭酒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想杀我？你配！我不配！老子一出生就是站在山顶顶端的男人，乱世称心就是老子的特权。你在老子面前只不过是一条虫子罢了。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跪下来，把老子鞋给舔干净。我可以考虑收你当狗，怎么样？话真多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刚才动我弟弟是哪只手？你这个卑贱虫子要灭我！我爸可是商会的名会长，哪只手？我爸他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把你两只手都废了！用手！傲视亲密之与不可及！我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有个救！我他妈现在就要杀了你！你要是真的不心前死，那我现在就成全你！
你要动你杀了我呀！杀了我你敢吗？我可是林会长，今天你们把我杀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你信不信我一句话，就能让你爹滚出天才集团？婷婷，你去告诉天才商会，我来领人。浩哥，婷婷这样会不会有事儿啊？没办法，人家可是林少。林少，林少，怎么了这是？灵儿，快叫救护车！林少，您没事吧？滚蛋！我真要你死，要你生不如死！玉成哥哥，不要走！严兄是发作了吗？伤好了。玉成哥哥，我现在就想要。玉哥哥，你就给我好不好？想要，你给我吧。婷婷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不，我不想冷静。叶晨哥哥，你就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婷婷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婷婷，你醒了。叶晨，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婷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昨天晚上你喝了那杯带了药的酒，是我把你送回来的，我对你没做什么。天堂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嬷嬷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叶晨，你这个畜生，你对我家婷婷做了什么？嬷嬷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我没有。解释什么？我家婷婷的清白就这样被你毁了！你这个畜生！妈，叶晨好像真的没有对我做什么。婷婷，你没有被这个人渣弄脏身子吧？没有，我们应该是昨天喝多了。叶晨哥哥扶着我来这睡了一觉。叶晨，你给我记着，像你这种废物，是根本配不上我家婷婷的。趁早把你那个肮脏下贱的想法收起来！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是他昨天晚上自己喝多了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喝多了你就想占我家婷婷便宜是吧？人要有自知之明。瞧你这个穷三路，还想占我家婷婷便宜啊呸！给我恶心！老赵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废物！我家婷婷的清白就差点被这个人渣给毁了。小陈跟婷婷之间本来就有婚约，提前适应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妈，姓赵的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像这种社会败类，他到底哪一点配得上我家婷婷？退婚，必须退婚！够了，小陈，我有件事情得跟你说一下。怎么了？天才商会对我赵家进行打压，赵家的资金链断了。什么？大仲，你可闯大祸了！耀哥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天才商会突然要打压我赵家？昨天晚上人家林少只是想和婷婷喝杯酒，这个杂种不让，还直接废了林少的一只手。什么？你竟然把林少的手给废了？就当是给他点教训。废物！你怎么敢的？那可是林少！耀哥哥，这件事儿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没有，林少已经集结人马，估计马上就要来了。姓赵的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才行！
来到我们赵家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现在人家都已经打到我赵家了，这不明白要灭了我们赵家吗？啊！伯母，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只是估计怕伯父伯母你们不答应。小浩，只要能保我赵家，能让我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都答应。是啊，叶傲哥哥，事到如今，你有什么办法你就快说啊！或是这个杂种闯的，把他交给天才商会，赵家就能平安。对，或是这个废物闯的。伯母，您就放心吧，这天才商会本身就是我的产业，他不敢把赵家怎么样的。叶晨，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心里面没点数吗？杂种，你是不是精神有什么疾病？开门，快点开门！废物，你快滚出去呀！你自己闯的祸，不要连累到我赵家！叶晨，老子来索命了！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保不了你，我说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叶晨这个废物自己干的，和我们赵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林少，求求你放过我们赵家吧！跪下去！贤侄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好动你谁说你贤侄？滚蛋！我跟林会长还是有点交情的，这中间肯定有误会，贤侄，要不咱坐下谈谈。谈？谈个屁呀，老东西！别在这攀高枝了，我父亲怎么可能认识你兄弟蝼蚁呢？滚！小子，你也要给你哥求个情吗？哦，怎么会呢，林少？他早就不是我们叶家的人了。这个杂种可是我们叶家的耻辱，根本就不认他这个大哥。林少，您把这个废物带走，放我赵家吧。啊！你他妈在教老子做事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你不教老子做事啊？不过，这小子说的不无道理呀。或是叶晨闯出来的，我呢也是讲道理的人，对吧？林少，你说，不管让我赵家做什么，哪怕是做你的狗，我们都答应。只要你能放过我们赵家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把你的女儿让我玩玩啊！你们两个呀，就跪在那里看着我玩，然后等我累的时候，一个帮我擦汗，一个帮我推屁股，怎么样啊？林少，你这……哎呦，不愿意是吧？没关系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本来看在林会长的面子上，想给你一条活路。既然你要一心求死，那就怨不得别人了。叶晨，你疯了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们这些废物都在干什么？给我杀他！林少，你要留在全师吗？不要，随时乱断！小子，我可是大宗师，能死在我的手里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废话真多，废物，真是废物！养你们这么边有什么用呢？连个废物打不过。你们一起上！是。叶儿。不是很能打吗？怎么连一个垃圾都打不过呀？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少爷，快跑！他是个怪物！废物，真是废物！说完了啊？你明白了吗？我说过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叶晨，叶晨，你快松手！叶晨，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是吧？你是非要把我们赵家置于死地是吗？天才商会，那不是你能惹得起的存在。林少，你没事吧？滚蛋！林少，你消消气，都是这个废物干的，和我们赵家没一点关系。你可千万别怪罪在我们赵家的头上啊！
都给我给老子滚蛋！叶晨，你为什么要忤逆我呀？为什么？乖乖给老子当狗的不好吗？对不对？你们这帮下等人没有资格跟老子说不，我要杀了你，杀光你们这种贱人！林会长就是这么讲。你还敢提我父亲？你配吗？我父亲可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一，而我呢，即将继承我父亲的权利，成为主宰你们的神。你还不配？我不配啊！老子就是你们的神！完了，赵家完了！你父亲就是你的底线，是吧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父亲在我眼里就跟蝼蚁一样呢？你说我父亲是蝼蚁？你是疯了吧？我父亲可是天才商会的会长，是安玉百皇亲自钦定的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存在。走吧，带我见见你父亲。叶晨，你别再胡闹了！灾星，你就是个灾星！打了林少，都已经是泼天的大祸了，你居然还要去见林会长！你要不要好好想一想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你见我父亲呀，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叶晨，带路！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你是真心想要害死我们赵家吗？你放心吧，天才商会不会对你们赵家怎么样的。叶晨，停！你干嘛？叶晨他不要管。那个杂种打了林公子，得罪了天才商会，他自己送死，怨不得别人。就是不要再管那个灾星了，他就是一个祸害。老赵啊，老林，叶晨出事了。什么？那可是少主呀，他能出什么事儿呢？啊！会长，不好了，少爷被打了！什么？什么？他身边的保镖呢？他们都干什么去了？会长，打少爷那个人很能打，少爷带人他都打不过呀！真是一群废物！老赵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处理一下手边的事情。那小子他人呢？会长，那人拖着少爷来天台商会了。什么？好，打了我儿子，还敢来到天才商会？去，马上召集人马！这小子既然敢来，老子就让他扛着出去。是。老赵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天才商会一趟。姓赵的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那个灾星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么惦记？伯父，你还是别去了，祸是那个杂种惹出来的，不会牵连赵家。你疯了吗？为了一个灾星，搭上整个赵家，还有我和婷婷的命！你知道个屁！叶晨是老爷子留下来的，是老爷子留给我们赵家最后的希望。你要是在我前走一步，我就跟你离婚！叫林南滚出来见我！没死的都给老子滚出来！啊，少爷，您的手。叶晨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会看背景、看势力的。来吧，让老子看看能打几个。就你们这些人，还不配？不配？他们可都是半步宗师啊！就算是大宗师来了，也得给老子磕头下跪。少爷，您和他废什么话呀？让兄弟们直接杀了他！他打了您，就是打了我们天才商会的脸。好狗，去给我杀了他！老子给你1个亿。好的，少爷，兄弟们杀！呀！明白。滚！还有不能？
可能啊！他们这个本部宗师怎么可能嘛？宗师，在我眼里不过也只是蝼蚁。走吧，带我见见父亲。小辈，身手不错呀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见我们会长，你还不配。王大师，少爷，您的手就是这个废人，他打伤我的手。小辈，废了会长独子的手，还打上了天才会，有这能耐。王大师，今天你务必要把他给杀了，我要他死。少爷，稍安勿躁，您先休息一会儿，老夫去取他的项上人头。小辈，自裁吧，你不配当我的对手。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？小辈，你还真想和我打？老夫可是暗喻北皇亲自指导过的，让你自裁，是想让你死得轻松点。暗喻北皇算个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居然敢对北皇大人不敬！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老夫了。那老东西还真是什么垃圾都教啊！黄大师，少爷，你靠后，他不简单，看样子不拿出点真东西是杀不了你。北皇神拳！黄大师，你也会北皇神拳？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老夫跟随北皇学技10年，除了北皇大人的那位亲传弟子，老夫还从未听说北皇教授过其他人。你究竟是谁？学技10年，就这种水平，还真是废物！不可能！除了北皇，没人比我更懂得北皇神拳，哪怕是那位亲传，都不可能比我懂。你究竟是谁？修行之人，修身、修心、修性，而你根本不正，心思不平，难成大器。放屁！毛都未长齐的小鬼也配评价老夫？还要动手吗？你还不服吗？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！我才是北皇神拳的继承人，我才是北皇的最钦点的神呐！气血逆转，心魔攻心，连接受失败的勇气都没，还真是可笑啊！林少，黄大师败了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黄大师可是我天才第一高手啊！我爸呢？我在哪儿？你爸放心，会长马上就到。保护令上，有何住手！爸，就是那个废物，他打伤我的手，你快找人把他给杀了。林会长，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呀！白痴！我真不知道你在狂什么呀！我爸可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，你算个屁呀！爸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这个逆子，你到底给我闯了多大的祸呀？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闭嘴！你这个逆子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畜生？你都不知道，你到底得罪了谁呀？爸。他不就是叶家的叶晨吗？叶家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哪怕是燕京叶家的主脉来了，也得给我们下跪磕头。下跪下跪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！这些年我没有管你，你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吗？啊！你到底是说些什么呀？我们可站在大厦顶峰的人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呀！哎呀，你这个鼠目寸光的蠢货！胳膊废了，你就会哭爹喊娘的！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呢？
会长，打勾，都不许回来！少主大人，求您饶恕这个孽障。爸，你干什么呀？爸，你怎么跟这个废物跪下来了呀？爸，我跪下！我为什么我不跪？他就是叶家的一个废物，我凭什么给他跪啊？爸，你疯了吧？看来他不愿意啊，那就算了。跪下，快点给我跪下呀！我不跪，我不跪，凭什么？这可是少主啊，南域北皇的亲传弟子，整个天台商会都是他的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少主呢？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北皇亲传的弟子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傻子，黄大师都败在他手里边了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少主大人，求求您宽恕这个孽障吧！看来你很想让他活着呀。少主大人，看在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为您打理产业的份上，求求您饶过我们林家吧！真的是少主？那赵婷婷就是少奶奶。少主，是我冤不是泰山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马吧！啊，我该死，给我条活路吧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你一条活路。谢谢少主，谢谢少主。把他丢出鬼域吧。什么？少主，您不能这样子，那个是鬼域啊！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去了，我指定没活路啊！少主，闭嘴！你这个孽障！少主大人的决定，也是你可以质疑的吗？少主大人饶你一条命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少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我一马吧，少主，少主！林南，我将你儿子送去鬼域，你可有意见？属下不敢。我师父在此。谢少主在。那人真的是……不该问的别问。是，属下多嘴了。老雷，小陈他……老赵，你别着急，少主他没事儿。你儿子和小陈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的，少主刚走，只不过我们家那个孽障被送到鬼域去了。什么？贤侄送到鬼域去了？哎呀，是他活该，谁让他得罪了少主呢？哎呀，这对他是不是太严厉了？毕竟小陈有错在先。这是少主亲自下的命令啊！哎呀，送到鬼域也好，让他好好的在那儿历练历练吧。老林呐，你一直叫小陈少主的，小陈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呢？他是天才商会的主人，是北皇大人的亲传弟子。什么？小陈是北皇大人的亲传弟子？老赵啊，你可得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叶晨是赵家一飞冲天的机会。以后啊，你可就是天才商会主人的老丈人了呀！哎，你可得好好照顾照顾我呀！啊，老赵。小陈他，对，少主。婷婷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家长辈说了，以后天才商会不会再打压你们赵家了。放心吧，婷婷，这次你们赵家亏损的钱，我让叶家都已经补偿了。叶浩哥哥，谢谢你。没事，婷婷，我的心意你是知道的。小浩啊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！没事，伯母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毕竟是我那个废物哥哥惹的祸。别跟我提那个废物，真不知道老赵是怎么想的，非要让我们的婷婷嫁给那个废物。放心吧，伯母，那个杂种去了天才商会就是送死，肯定不能活着回来。伯母，那我和婷婷的婚事……好，
有你这样的孩子呀，照顾我们的婷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嬷嬷，天才商会的事情我已经解决好了。你个扫把星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他打了林少，居然还能活着回来，这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？肯定是林会长看我叶家的面子上才肯放他。不可能吧？哪怕是燕京叶家，在天才商会面前，都不过是一只大一点的虫子。难道这叶晨……滚出去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你就是个灾星！你待在我们这儿，迟早要把我们都害死。嬷嬷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会把我们……叶晨，我们解除婚约吧。叶晨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我。赤龙亲兵的考验，天才商会的林少，哪一件不是你惹的祸？我妈说的没有错，你就是个灾星。况且，现在我已经有叶浩哥哥了，他比你可强太多。听见了吗，杂种？还不快滚！你根本就配不上婷婷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毕竟他能从天才商会毫发无损的出来，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灵儿，你想错了，他呢，不过只是个废物，是天才商会看在叶家的面子上放人罢了。可是，好了，这件事儿我已经做好了，你就不用再去了。确定？当然。废物，你还赖在我们赵家干什么？我们婷婷都已经说了，她要和你解除婚约，你现在和我们赵家没有一点关系了，快滚呐！叶晨，你走吧。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，那我到时候会安排人过来解除婚约的。傻逼，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派人过来解除婚约？你要搞清楚，是你配不上婷婷，是婷婷跟你解除婚约。还派人来解除婚约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豪门大少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只被逐出家门的废物，一只丧家之犬。真是不知道这个杂种还有什么脸面待在赵家，脸皮可是真厚啊！叶晨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如果没有，就赶紧走吧，我赵家不欢迎你。那好，尊重我的选择。终于把这个瘟神给送走了。伯母，您得消消气儿啊！跟这种杂种生气，气坏了身体怎么办啊？好好，我听我姑爷的，不生气。打了林会长的毒子，还能平安无事的回来，这个叶晨不简单。婷婷，过2天我在燕京的堂哥要回来，你和我一起去见见堂哥吧。好。小陈，你这是去？赵家主，我跟婷婷的婚约已经结束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小陈。什么？婷婷那个死丫头跟你解除婚约了？这，哎呀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没有什么误会，有些话你也知道，毕竟强扭的瓜不甜。什么？天才商会的黄会长被废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先不说，我挂了。可是，赵家主，婚约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小陈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婷婷她可能也就是一时冲动。我的身份，林南应该跟你说过吧？是的，少主。既然如此，婚约已经结束，我也不便了赵家。哎呀，这泼天的富贵，终究不属于我赵家呀！赵伯父为什么叫叶晨少主？今天只有叶晨去了天才商会，黄大师被废，叶晨毫发无损的回来，难道？叶晨，叶晨，你有什么事情？我没事儿，就不能找你了吗？我跟他已经解除婚约了，
你先找我这个啊，不是他找你，是我找你。叶晨，这天才商会的黄大师是你废的吧？我果然没有猜错，先是打了林少，再废了天才商会的黄大师，但你却毫发无损的从天才商会走出来了。这里面呀，肯定有猫腻。与你无关。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我没兴趣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呀？你都不听人把话说完。好，那你说。我爷爷呢，曾经是赤龙军的一员，但是他受过伤，我想买下千年雪灵芝，治疗他的暗疾。赤龙军的一员，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廖天海，他曾是赤龙军的战神，但是因为他受过很多伤，所以他就隐退了。赤龙老将。叶晨，我知道你有些身手，我想等我买下千年雪灵芝之后，你护送我回到药家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10万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这就答应了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？没有了。他居然为了10万块钱答应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他就是个废物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啊！这里呢，就是南城最大的拍卖会了。喂，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跟你说话？这些都不重要，现在只需要把你跟千年雪灵芝一起送到药家就好了。哟，灵儿，董少，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灵儿，缘分呐。这个男的是，这个男的是。啊，他是我请的保镖，毕竟我今天要拍下的是千年雪灵芝。灵儿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。我不仅能帮你买下千年雪灵芝，还能护你周全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狗屁保镖。谢谢董少的好意，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就不麻烦您了。等等，小子，我警告你，灵儿是我的女人，你要是敢对她有想法，老子废了你第3条腿！董少，您真的误会了，她只是我请的保镖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就不打扰你了。少爷，这个女人也太不懂事了。你懂个屁！现在就去查一下她身边那个男的的底细。是的，少爷。那小子是谁呀？他是董家的少爷，一直在追求我，但我不喜欢他。不喜欢直接拒绝就好了呀。他是北域董家的嫡子，我们药家根本就招惹不起董家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躲着。一条狗也配跟主人待在一起，滚一边趴着去！董少，他真的是我的保镖，来保护我安全的，你别这样。灵儿，你还小，有些事儿你不懂。有些人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靠近你，做着攀附着豪门的美梦。董少，您误会了，他真的只是我的保镖。放心吧，灵儿，交给我。小子，滚一边去！你是不是听不懂话呀？你他妈算什么垃圾，敢跟老子这么讲话？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！来人，废了他！董少，请你不要这样。听不懂人话，你们嫂子都发话了，还不滚一边去！灵儿，你今天来也是为了千年雪灵芝吗？请大家安静一下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千年血灵芝，起拍价10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，1000万。这千年血灵芝，我北域董家要了。谁若是敢跟我北域董家作对，我不介意再让南域少一个家族。这人是谁啊？这么嚣张！少说2句吧，他可是北域董家，在南城，咱们所有家族加一块儿都不够人家玩的。那也不能不讲道理吧？这拍卖会本来就是价高者得嘛。讲道理，
人家是董家，在南城，人家说的话就是道理。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扰乱会场。闭嘴！老子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再敢多一嘴，拆了你！灵儿，你要的千年雪灵芝，我给你排下来了。董少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客气什么？咱们都是一家人。董少，我现在年龄还小，目前还没有结婚的想法。怎么？你是不愿意嫁给我？那这千年雪灵芝和你爷爷的病，哼，怎么还不去？你们这群饭桶都是干什么吃的？看样子是买不到千年雪灵芝了。你就这么就放弃了？那有什么办法？他可是北域董家，他用灵芝逼着我嫁给他，还是算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董家1000万一次，1000万2次，1000万，5000万，5000万，这千年雪灵芝我要。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老子抢东西？8000万，1个亿，这儿是拍卖会，价高者得。你要是出不起的话，就把嘴闭上。你敢说老子没钱？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子可是北域董家的继承人，管你是个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跟你比一比，谁更有钱？1亿5000万，2个亿。董少，别再加价了，咱这次没带那么多钱。滚！3个亿。你疯了吗？我哪有这么多钱？你放心，这个钱我来出。你哪来的钱？小子，叫呀！你接着叫呀！你不是很狂吗？10个亿。我今天把话就放在这儿，这钱你要是拿得出来，这千年雪灵芝就给你；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就把嘴给我闭上。你他妈！少爷，这小子是没查清楚了，他就是南城一个小家族的嫡子。哪怕是连南城最大家族倾家荡产，也不可能有10亿。就是个小家族的废物，一个小家族的废物也敢这么嚣张？你确定你的消息没错？我确定，我拿脑袋担保，他绝对拿不出10个亿，他就是个垃圾。老子要求验资，这个垃圾根本拿不出10个亿。先生，由于您的价格在我们会场从未出现，所以我们需要对您进行验资。这是天才的至尊黑卡。黑卡？哈哈，我看这小子就是在网上9块9买的吧。灵儿，你又被他给骗了。这小子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他要能拿出来，老子当场把拍卖桌给吃了。好啊，董大少爷，如果我那张卡里有10个亿，那你就把那东西给我吃了。你个废物还真敢跟我赌！你要是拿不出来，趴着出去！叶先生，我们已经验资完成，这10个亿已经从你的卡里扣除，现在这千年雪灵芝是您的了。什么？他真的有10个亿？叶晨，你怎么可能有10个亿？不说了，我有办法。是吧？老子可是北域董家。我知道，怎么不愿意了？你哦，没胃口啊？那我帮你。叶晨，算了吧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是吧？滚！立刻去给我叫人，老子要杀了那个废物！按照约定，我现在只需要把你还有雪灵芝送到药家就可以了。你怎么不走呢？叶晨，你究竟是谁？我，南城叶家叶晨。不可能，先是废了天才商会第一人的黄大师，赵家家主又尊称你为少主，随后你又拿出了10个亿，就算是燕京叶家的主脉叶天胜，他都做不到。你究竟是谁？我就是叶晨呀，而且我跟赵婷婷解除婚约那天你也在场，
具体什么情况你也知道。婷婷呀，婷婷，这叶晨绝对不简单。要是能攀上他，我药家绝对一飞冲天。既然你不要他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走吧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什么你怎么样？就是你觉得我跟赵婷婷谁更漂亮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跟她都已经结成婚约了。既然婷婷她不要你，你要不要？灵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？灵儿，你这个婊子！董少，你，老子才是你的男人，你竟然敢背着我勾引别的男人，你他妈真贱呀！董少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我并不是你的女人，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和你并无关系。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婊子，老子还以为你多纯洁呢，原来就是个骚货。行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，把这个男的给我废了，然后把这个婊子给我带回去，老子今天晚上就办了你！好了，少爷，敢和我们少爷抢女人，真是找死！不知道少爷玩腻了，会不会把这个婊子赏给我们玩玩？还长得可真润。按照约定，我会出手护你周全，你后退一点。那你小心。放心吧，一帮垃圾，老子看你能狂到什么时候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也就是北域的董家。想干什么？叶晨，小心！队长，你要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小费谁你说，我保证。想撞死老子吗？没看见我在这儿吗？要是开车没睁眼睛，信不信老子把你的眼给挖出来？是，董少说的对，山虎没长眼睛，山虎没长眼睛。龙虎帮的徐飞，他怎么来了？快走，他可是半步宗师。灵儿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疯了？他是半步宗师，他的大哥就是宗师，咱们惹不起的。走。你知道黄大师是怎么飞的？真的是宗师。我说过，会安全护送你，还有千年雪灵知道要价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我从不示弱。谢谢你。行了，办你的正事去。好了，能给董少办事儿，是我们荣幸。走。小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龙虎帮的二爷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自费招点，省得脏了老子的手。废话真多，你们一起上！上！给我废了他！好了，都清理干净了。总是。天生哥，小董，我到了，你让小飞带人来接我。天生哥，小飞他被人给废了。叶晨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把你还有千年雪灵芝送到药家，就给我10万块钱。你刚刚可是花了10个亿。这个事情一码归一码，你可是药家大小姐，不会连1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？哎呀！我说你可是药家的大小姐，不会连1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吧？你们药家现在都已经成这样。我们药家是有些衰落，但是10万块我还是拿得出的。不过，你真的在乎10万块吗？你刚刚可是随手就花了10个亿。给你，这张卡里有10万块。叶晨，
你这个废物，吃软饭都吃到尿家了。叶晨，你这个废物，吃软饭都吃到药家来了，10万块钱。你这个废物，胃口还真大呀！药家的小丫头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萧凤，你怎么来了？作为赤龙军的一员，来给赤龙前辈祝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赤龙军亲卫的考核不是已经取消了吗？无知，神尊大人已经下令，将单独给我家大人进行一场考核，能让神尊大人如此看重，想必我家少主加入赤龙军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萧凤，神尊大人这么看重你啊？叶晨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，刚吃完赵家的软饭，现在又来吃药家的，我还真是想想你。不是的，这个钱啊是他应得的。他这个废物，除了会吃软饭，还有什么能耐？你呀，就是被他给骗了，单纯的想。走。叶晨，你跟萧凤什么关系啊？他怎么那么讨厌你？他跟赵婷婷一样，跟我之前有过婚约。你跟萧家有过婚约，那可是燕京萧家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你现在可以把钱给我了。我现在还不能给你，等你参加完我爷爷的寿宴，我再给你。我现在还不能给你，等你参加完我爷爷的寿宴，我再给你。算了，这钱我不要。啊，你就不怕一会儿在寿宴上有人把我的灵芝抢走啊？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与我无关。其实是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算了，我就再帮你一个忙吧。我想让你在我爷爷的寿宴上假扮我男朋友。假扮你男朋友？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是赵婷婷的闺蜜，我再怎么说之前也是她的未婚夫。反正你们的婚约都取消了，走吧。我们这样不太好吧？那有什么的？你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你怕什么呀？爷爷。丫头，爷爷现在这身体啊，经你这样折腾了。哪是呀，爷爷，我爷爷的身体最棒了。哎呀，丫头，快把你男朋友给我介绍介绍吧。啊，爷爷。是。爷爷，你们认识？老爷子，你认识？3年前我在赤龙军的时候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刚进鬼域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我和那暗域北皇打了一架，北皇进鬼域，我受了大伤，我就退出了赤龙军。北皇？那这北皇和赤龙军是不是有仇啊？你这样，这都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啊！我被北皇伤了以后，我就不再问这些事情了，小陈，对吧？是，虽说你进过鬼域，老夫我没有世人那种偏见，你只要对我家灵儿真心的好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那就多谢老爷的成全。你这丫头！见过姚前辈。萧凤，听说你被神尊大人看中，即将加入赤龙亲卫。是，以后还请前辈指点指点。指点就算了，我已经退出了赤龙军，何况被神尊大人看中，也不需我这老骨头去指点。这位是我药家的孙女婿，小陈、灵儿，这位是燕京萧家的少主萧凤。叶晨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前辈，这个人根本配不上你家。为何？
他之前想攀附上我萧家，被我退婚之后又去攀附赵家，如今又来攀附您的药家，一个整天只知道攀龙附凤的废物，怎么可能配得上你的心？萧少主，请你放尊重点，叶晨哥哥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小丫头，你就是太单纯，才会被这种人欺骗。垃圾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不就欺负药灵儿单纯好骗吗？我做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小七，把剑收了。前辈，晚辈言尽于此。如果之后您和您的孙女还是如此执迷不悟，那作为晚辈的我也没什么。你好了，今天是我大寿，不说这个。爷爷，毛病了。您这是当年和北皇大战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吗？小七，前辈，这是百年雪灵芝，您服用之后必定能治好您的后遗症。小少主有心了。老爷子的身体是因为北皇神拳造成的，你这百年雪灵芝根本就没用。你一个只知道吃软饭的窝囊废懂什么？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北皇神拳乃是将真气凝聚于手掌，打入人体的招数。打出后外表不会有任何破损，但体内的内脏会被真气无休止破坏。老爷子，我猜您能活到今日，是因为您动用了身体内庞大的真气，压制住了北皇神拳的力量。你怎么也懂北皇神拳？他个废物懂什么？我看他就是编的。你这百年雪灵芝根本就没有用，按照您老爷子，应该服用千年雪灵芝才是。胡言乱语，叶晨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。你一个叶家的废物，知道什么是百年雪灵芝？我看这个废物就是想在药家面前显摆一下，还编出谎话来哄骗药家。够了！今天是我们药家的宴会，而叶晨是我邀请来的客人。你们二位要是不想待在这儿，请离开。这是干什么？无妨，前辈，灵儿只是太单纯，容易被心怀叵测之人欺骗吧。灵儿，把这个千年雪灵芝给老子。千年雪灵芝，废物！你懂什么是千年雪灵芝吗？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，哪怕出现，也只有像萧家这样的顶级世家才配有。千年雪灵芝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药家怎么可能会有这千年雪灵芝？哪怕有，以你们药家这没落的家族，怎么会没有人打着雪灵芝的主意？这是叶晨哥哥在拍卖会上花了10个亿买下来的。爷爷，这是叶晨哥哥买来专程送给您的。叶晨，他能花这10个亿买这千年雪灵芝？少主，我看那个千年雪灵芝是假的，就是那个废物用来骗药家。不是的，爷爷，这个真的是叶晨在拍卖会上花了10个亿买下来了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灵儿，你就是太单纯，被叶晨这个废物骗了，他根本不可能拿出10个亿。真的，当时拍卖会上，董家的董少还来捣乱了，还是叶晨哥哥出价10个亿，才把他从董少的手上抢了回来的。叶晨哥哥他没有骗人。董少，北域董家，是啊，北域董家。灵儿啊，你就是被这个废物给骗了。北域董家可是燕京叶家的附属，在南城横着走都不会有人拦着。他一个叶家支脉，凭什么从董家手里抢东西？可是，灵儿，不管这是真是假，都是小陈的心意。啊，好了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玩吧。我这个老骨头不陪你们了，我还要去招待其他客人呢。爷爷。爷爷，你快别说话了，我现在就找人送你去医院。是解决不了这老毛病的。爷爷，气血不泄，老爷子已经压制不住那个老东西的真气了。怎么办？医生哥哥，现在我爷爷要怎么办？灵儿，把千年雪灵芝给我。啊！这药老爷子是怎么了？谁知道？不过看样子，
这药老爷子快不行了呀！药老爷子这一走，这药价就差不真要完了。药价要完了？别看药家现在在南城混得风生水起，这靠的都是药老爷子一个人。药老爷子要啥呀？谁也看得起。叶晨，你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放手，不然老子真没救了。让你一个不懂医术的废物，那前辈才是真的没救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，也敢说救人？张大师，萧少主，久仰久仰。张大师，药前辈这病，药老这病确实是个问题，不过要是老夫出手，应该很快就能好。那有劳张大师。不敢不敢，要是萧少主日后能在神尊大人面前美言几句的话，我就感激不尽。请不懂装懂的小鬼，滚开吧！叶晨，我爷爷他现在要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老爷子已经没有什么药了。我刚才给他吃了千年血灵芝。我原本想运功帮他打通经脉，仅此而已。他是谁？孤陋寡闻废物，连张大师都不知道。他是天一九真的继承人，是大夏为数不多的神医，号称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。灵儿，看见了，叶晨就是一个不懂装懂的骗子。刚才他差点害死你爷爷，现在你还觉得他不是个骗子？废物！你刚刚把你那个什么假灵芝汇给药前辈，如果药前辈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必砍了你。要不是张大师，前辈这次闹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一针下去，会堵住药老的经脉，让他无法吸收千年血灵芝的药性，这才是真的凶多吉少。你懂个屁！我不封住他的经脉，我怎么治疗？药老根本就没病，知道吗？没病他能晕过去？他那是因为承受不住北皇的真气，气血攻心所致。他只需要吸收了千年血灵芝的药性，慢慢恢复就可以了。你闭嘴！老夫一生救人无数，什么病没见过，还轮不到你个小鬼在这指手画脚。再不放手，就真的耽误救治药老爷子的时间了。我最后再说一遍。药老他就没病？放屁！药老分明已经病入五脏六腑，再不救治，就真的没救了。叶晨，松手！我看这个废物就是想害死药前辈，要吃掉药家的资产，真是歹毒。是你懂事，还是张大师？松手！再敢向前一步，死！愚昧！张大师，您尽管放心一程，我绝不会让这个废物再上前来。有劳萧少主。好了，药老应该一会儿就醒了。叶晨，你之前先是扰乱我的考核大人，然后又对我动手动脚，现在又想害死萧老爷子，你为了达到目的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张大师，药老前辈他没事了，应该马上就治。那真是麻烦张大师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药老曾经也是魏国杀敌的赤龙老将，能为他治病也是我的荣幸。今日之后，我一定向神尊大人推荐您这位国士无双的神医圣手。那就多谢萧少主。药前辈，你醒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您刚刚突然昏厥，是这位张大师救了你。感谢大师救命之恩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，只要我药家能拿出来的，一定满足你。多谢药。不过我一生行医救人，不图钱财。药老的美意，我心里。这边有劳大师。药老，您现在可以起来走两步试试，不用再担心病痛折磨了。爷爷，爷爷，
你这个庸医，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是你害死了我爷爷！张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？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药老前辈为何会突然吐血晕倒？我刚才是用天医九针治的药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刚才耽误了药老的救治时间，是他害了药老。我早就说过，药老根本就没病，是你自己在瞎折腾。我瞎折腾？老子可是神医！我爷爷该怎么办呀？你再在这捣乱，药老就真的没救了。闭嘴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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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！爷爷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天医九针还是起了效果。张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天医九针不会出现问题的，就是他刚才耽误了时间，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的小插曲。小少主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个小鬼能治好药老的病吧？刚才是我无法，只要药老的身体无碍，我不在乎世人的事。今天这次有劳能办出来。爷爷，明明是叶晨他救的你。小丫头，你可不要被这个小鬼骗了，刚才他差点害了你爷爷。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庸医，你刚才差点害了我爷爷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去供完。今天是我大寿，都别站着了，都坐，都坐啊，都坐。幺灵儿，难道你现在还没有醒悟吗？难道你现在还没有醒悟吗？萧少主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，这个叶晨就是一个废物？萧少主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顽固不化，无可救药。好了，事情我也都办好了。啊，是不是就走了？不然呢？你让我帮你的忙，我也帮了。你爷爷的病，我也都治好了。走了。等等，你治好我爷爷的病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。举手之劳罢了，感谢就不用了。不行，我爷爷他说过，不能欠别人的人情。既然你帮我治好了爷爷的病，那我请你喝酒吧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走吧，走吧。这可是南城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，没来过吧？是没来过。那姑奶奶今天呀，就好好的带你在这儿玩上一晚。灵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灵儿，你怎么会跟这个废物在一起？难道你们……你可真有个不要脸的，被我退婚，居然又缠上了灵儿，不是这样的，天正。灵儿，是不是这个废物一直就……我现在就要让他……哎，别！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。什么？灵儿，你居然和这样子的人谈恋爱？这件事，你爷爷他清楚，我爷爷知道，而且他也已经同意了。大众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攀不上赵家就来拍照，你还真是。灵儿，你是我最好的，我为什么跟他结婚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婷婷，叶晨哥哥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他这样几斤几两，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？我看这事儿
八成就是你被他给骗了。跟我走，以后不要跟这种人再往来了。婷婷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有些事情真的是你误会了。既然你们已经退了婚，那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。要灵儿，灵，既然灵儿都已经决定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参与了。走吧，我们还是去救他。亮儿，作为你闺蜜，我最后悔的，以后离这种废物远一点。亮儿，作为你的闺蜜，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：这种废物远一点。我怎么就成你男朋友？叶少那边安排的怎么样？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大哥已经去接他，现在应该马上就到。那就行，今天一定给你介绍，不然咱们都得死。是，董事长，您就放心。哎，这个婊子怎么在这儿？还跟那个小白脸混在一起，想弄死他！哎，董事长，先冷静，现在还不是对付他的时候。上次不是说是因为你爷爷的寿宴，所以假扮的？现在寿宴都过去了。云木呢？叶少，我们先去接叶少。等接完叶少，我再过来弄死他。哎呦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就是南城叶家叶浩是吧？那个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我让你查的人查到了吗？查人？大哥，查谁啊？真他妈是个废物！查谁你不知道吗？老子这次来南城干什么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天胜哥，我们都给您查好了，您的未婚妻萧凤在南城的所有信息都在这儿。好好学学小董，你以为老子这次来南城是为了把南城叶家给你们？老子是为了抓萧凤。是，我一定跟董事长好好说。天胜哥，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去抓少奶奶？不着急，这个女人竟然敢逃我的话，等老子抓住她，看我怎么治理这个气。那一切都听天胜哥的，您粥挑劳顿了，我们给您准备了接风宴。嘿嘿。叶晨哥哥，你觉得这酒怎么样呀？还不错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呀，你很漂亮，但是就是思想有些单纯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你说的是哪个呀？我说的是，叶晨哥哥，我做你老婆好不好？叶晨哥哥，他赵婷婷不喜欢你，那萧峰又看不上你，那你选我好不好？莲儿，我就是个没人要的废物罢了。哎，你们都说我单纯，但是我知道，叶晨，你的身份一定不错，你呀，才不是他们说的废物。莲儿，哎呀，你先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我不管，凭什么他们都可以，就我不可以？我要胸有胸，要屁股有屁股，我哪点比不过他们了？别碰我！
这叶少可真猛啊！这都喝了6、7瓶了，他还能喝？人家可是燕京叶家的体传。当然了。我哪儿比不上他们了？我这也不小了。恒儿，晚上好呀，臭婊子！要灵啊！正好没地儿撒气。晚上好呀，臭婊子！怎么，你还想去陪那个小白鸟？放开我！废物！老子以为你多久了，原来就是个荡妇！放开我！反抗！今天晚上老子就办了你！董少，你慢慢玩，我去看门，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扰你。臭婊子，你不是喜欢跑吗？你接着跑呀！要干什么呀？老子追了你那么久，你却看上一个小家族的废物。你说一会儿，老子该怎么玩？救命啊！救命！你不会还想着那个废物投来救你啊？告诉你，不打过这道，今天老子就先玩废了你！废子！你不是喜欢装清白？你接着装呀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送你一程。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送你一程。叶晨子，小飞，老子不是让你看好门吗？董少，完了，没事了。干什么？背董家嫡子！我本来不想对你动手，但是你一心要求死，你他妈才是找死！你敢动我，整个北域都不会放过你！动我一下，董家会让你生不如死！啊！我动了，然后你叶晨，你们走吧。杨灵儿，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小家族的废物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为什么？我不喜欢你，金子。都是他妈的贱婊子！老子得不到你，都别想得到你！真是的，还和这么废物，你也是个废物，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对不起，刘少，对不起，刘少。滚！哪个不长眼的白痴找死呀？天胜哥，说话！我跟小飞又被人给打了。他敢打老子的狗？就是下午在地下车库那个打我们2个那个。碰见又被他给打了。你他妈是个白痴啊！叫人连打2次。天胜哥，我们也不想，但是我们说我们是天胜哥您的人，他就打得更厉害了。就这个，就是什么？您就是个垃圾！操！找死！这样说我，带我见他，
要亲手弄死他。凉啊，没事了啊。叶晨哥哥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叶晨哥哥，你为了我，一招惹上了北域董家，他们会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呀？放心吧，他们就是一帮土鸡瓦狗。果然，叶晨哥哥根本就不怕董家，他背后的势力到底有多大呀？好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先送你回去吧。不要，叶晨哥哥，你不要回去，我还没有跟你玩够呢。太麻烦了。叶晨哥哥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南城叶家的叶晨。你的身份一定不一般，你不仅招惹了天才商会的人，还随手拿出10个亿，现在又怕董家的继承人打了，这些都不是南城叶家可以招惹的，尤其是招惹天才商会那些人，又拿出10个亿，这就是燕京叶家他也办不到呀。其实我……你还是不想说是不是？行，我说啊，其实我是哪个白痴敢打老子的？是哪个白痴打了我的狗？天生哥，就是他打了我跟小飞2次，还骂您就是垃圾。好嫩的妞啊！天生哥，你大小子，你身后的这个人，老子看着。滚！还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找死！你敢还手？我还手死！好小子，你有种！规矩我懂，不就是钱吗？我给你。天生哥，你这是豆豆这个傻逼玩儿子，这个钱他真要是得交死人。我懂的，现在可以玩你了。叶晨哥哥，放心吧，这是他。哟，还是个情主。这张卡有1000万，拿着卡赶紧滚。这张卡有1000万。拿着卡，赶紧滚！他妈的，老子都给你钱了，你别！天生哥，你敢打我？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管你是什么东西，老子叫叶天胜，燕京叶家的继承人。叶天胜，燕京叶家，叶晨哥哥。我们好像惹上了燕京叶家。燕京叶家，招惹就招惹。叶晨哥哥，这可是你们叶家的主脉，这样会对你有影响。放心吧，莲儿，区区一个叶家主脉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人。现在知道我是谁了？对不起，叶少，刚刚都是我们的错。现在知道道歉，刚才他妈死哪儿去了？叶少，你消消气。消气，也可以。让我消气，喝了。你行，不喝是吧？你男人不但打了我的哥，还打了我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那让你男人趴地上，把酒跟着。叶少，我是药家的药人，您这么做
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哟，是个什么东西，在我燕京叶家面前都是人真高。我爷爷曾是赤龙军的一员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也只是曾经罢了，现在就是一万年未，哪怕把你爷爷叫过来，也得跪下给我磕2个头再走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爷爷。说了，现在跪下，拿酒捡干净，不然杀了你们全家！玉成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怎么愿意跪了？说完了吗？他妈混腻歪了，老子弄死你！想要弄死人吗？呸！放手！就砍断你的四肢，让你们做成人质！剑圣哥，别打着，老子可是燕京叶家的人，老子只是没带那么多人，这不老子必杀你！叶晨哥哥，怎么了，灵儿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他毕竟是叶家的继承人。好，都是你的，走。剑圣哥，你没事吧？都是你这个白痴惹的祸！剑圣哥，你就这样打算放过他吗？老子不可能这样放过你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个白痴弄死！马上联系叶家，告诉他们都派点人过来，我要杀人！好了，灵儿，快到了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叶晨哥哥，对不起啊，今天给你惹了那么大的麻烦。没事的，明明就是他们有错在先，不要招惹我们，你不要这么自责。可是叶家是你的本家，你只要在叶家待1天，你这麻烦就会无穷无尽的。放心吧，他叶天胜就是一个没脑子的白痴，帮不起什么忙的。可是，好了，我回去吧。叶晨哥哥，我今天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和我在一起的事情。叶晨哥哥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吗？不是的，灵儿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，但是我这次来南城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没有做完。那就是叶晨哥哥没有拒绝我了。叶晨哥哥，我会等你。叶晨哥哥，你记得忙完回来找灵儿。少主，既然是神尊大人考核我的名字，那你们准备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？少主，我已经把神尊今天6次的位置，除了赤龙军，没有人做不到。记住，这次不能出现任何争执。上次被叶晨的，这一次不允许任何人。是。好像全方面，他来了就来。只要我加入赤龙军，成为神尊亲卫，哪怕是叶家想动我，我都坚持。妈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今天是叶少到我们家指定南城叶家继承人的日子，我能不早点起来给叶少留个好印象吗？放心吧，妈，昨天晚上我可是把我那个堂哥伺候的好好的。南城叶家的继承人，
肯定是我。话可不能说的太满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废物哥哥。叶家的规矩是长子继承，那些长老才不会管你和叶天胜的关系怎么样。就他那个废物，能先举多大？还是小心点好。当年我为了把他赶出叶家，不惜用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。可他这次回来，我觉得和以前不一样。当年我为了把他赶出叶家，不惜用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。可他这次回来，我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能有什么不一样？杂种就是杂种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让你去赵家向赵家提亲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了？早办好了。赵家那个女儿啊，现在巴不得和我在一起。那就好。你要是能做了赵家的女婿，即便你不是长子，叶家也会考虑你的。来了，大哥，您来了！哎呦，大哥，您来了！贤侄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？我这边已经……谁是你侄儿？你也配叫老子贤侄？赶紧的，把这份南城叶家的家产继承协议书签了。是，大哥，我真有钱。大哥，您这是？谁让你签了？大哥，南城叶家的产业不应该是我来继承吗？我管他谁继承，这是叶家那群长老的意思。你大哥从鬼域回来，那他依然是不，叶少，我们家叶浩可不比那个废物差。南城叶家要是交到你这是在质疑叶家的规矩吗？南城叶家要是交到你这是在质疑叶家的规矩吗？不敢。记住你们的身份，你们不过是叶家的分支罢了。叶家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轮不到你们在这说三道四。是，叶少说的对。可是大哥，我那个杂种哥哥，他今天根本就没有来，这明显是看不起您啊！少在这添油加醋，这就是叶家的规矩。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，他回来我也好去交差。人找到了吗？我们已经确定了少奶奶的位置，少爷随时可以去抓她。这个贱人居然敢逃老子的！你们继续听，等老子这边忙完，就会去抓他。神尊大人，今日是您亲自考验萧作的日子，萧家萧作在练武场走吧。站住！找死！废物，让你手下的狗滚远点！老子这次来可是带了叶少的命令。叶天胜，他有什么事？哼！叶少大发慈悲，决定让你继承南城叶家。叶晨，跟我走一趟吧！狂妄，敢对大人不敬！天北，退下。可是大人去一趟也耽误不了时间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叶天胜到底要干什么。走吧。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大哥要真是把南城叶家给了这个杂种，现在我也没办法了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那个白痴怎么还没回来？叶少，我们的人已经在找了，让他们抓紧时间，快点！老子等会儿还要去抓萧凤那个婊子。是的，叶少，属下这就去催。叶少，我找到了。你个废物，死哪儿去了？让叶少等这么久！你个废物东西，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大哥今天要来吗？赶紧滚过来给大哥道歉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滚过来！叶家能让你继承南城的产业，那是你天大的福分，还不赶紧过来跪下！谢谢叶少。让我给他跪下！嘿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
是你，大哥，你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没想到这个白痴居然是老子叶家。这个废物怎么会认识叶少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是很狂吗？想继承南城叶家，就给老子跪下来磕个头，再把昨天的女人洗干净送。像你们这种吃卖的垃圾，就是老子的狗。张三脸，老子说让你们吃，你们就得吃。你像你这种垃圾，招惹就招惹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南城吃卖已经嚣张到这种程度了，看你们南城叶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！大哥，都是这个废物干的，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叶少，是这个废物不懂事，我们母子二人可是一直很尊敬出卖和您的，放过我们吧！滚开！来人，南城吃卖试图挑事主啊！很好，加法伺候，废了他！给我上！这怎么可能？人可都有宗师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无需知道，不配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南城叶家，本身就是我的东西，你们没有任何资格对我的东西指手画脚。反了，都他妈反了！吃卖的把戏，居然敢挑衅主卖的威严！一群废物，给老子起来！追！叶少，我们打不过他呀！叶家养你们这干什么吃的？打不过也得给我打！今天要不追他，就算得了叶家，你们也别想活！既然你想找死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大长老，南城叶家出了一个挑衅主卖尊严的孽种。少主，神尊大人怎么还不来？神尊大人的行踪，不是我等可以猜测。大人迟迟不来，也许是对我的考虑。叶家那边有什么消息？少主，叶天寿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，现在应该在赶来的路上。我担心以他的性格，您逃了叶家的婚约，他一定会杀来这里破坏考核。加派人手。上次考核，叶晨就已经惹得神尊大人不快了，这一次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闪失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叶晨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已经让人包围了整个连武场，你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？你说外面那些人，我以为他们是什么图谋不轨之人，就把他们顺手都解决掉。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，我不允许你再次破坏大人的考核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觉得你还会有这次机会？放肆！这机会是神尊大人给我的。叶天寿，萧峰，你个婊子，居然和叶晨这个废物混在一起！你还是臭婊子，和老子有婚约，还去外面勾搭野男人，真是贱人！我说过，你绝对不嫁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嫁给我？你不过是萧家送给我的玩物罢了。我知道你在想参加赤龙军，成为赤龙亲卫，然后摆脱我叶家。你个婊子，成为赤龙亲卫，做梦！有人再次破坏少主的考核。大长老，还不出手？你是谁？无需知道。那你办？小心！少主，快跑！居然能接下我3成的功用，很不错。下来，是吗，公子？不能成为叶家的人。我说过，我绝对不会嫁给叶天寿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没有我叶家的帮助，就凭你能让萧家在5年之内崛起？难道不是因为……别傻了，蠢女！是我们叶家在背后帮你们萧家，你们萧家就是我们叶家的一条狗，而你就是老子养的一条小母狗。不可能！别
这么努力？努力，在我叶家的权与利面前，你就是一个蝼蚁。别傻了，努力，在我叶家的权与利面前，你就是一个蝼蚁。听话，乖乖跟我回家，好好伺候老子一辈子。我还有机会，只要我加入赤龙军，成为神尊亲卫，我萧家就能摆脱你叶家。还真是个不听话的小子。大长老，我说，你们要打，忘了你这个废物。叶晨，你赶紧走，你到现在还没看清楚形势吗？大长老，这就是挑衅主脉的南城叶家长子叶晨。你就是5年前被丢进鬼域的那个小娃娃。叶家大长老，看你是修行之人，能活着从鬼域出来，应该在玉学的些本事。跪下，磕3个响，诚心诚意的不错。老夫可放，让你继承南城叶，区区叶家，别跑过！你竟然能击下我这一拳！大长老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猪头的年纪，不可能接下我这一拳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你们叶家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点，有一点实力就不足，真是可笑。绝对不是叶晨，到底是谁？执迷不悟，不要打救。不管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挑进叶家，必死！不可能！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萧凤，你真的想加入赤龙军吗？你加入赤龙军，是因为想摆脱叶家的束缚，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？为了主宰我自己的人生。怎么了？你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我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的？贪财好色，一心只想看好。那现在呢？是我做的，你根本就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对不起，叶晨，我为我曾经对你的无礼和傲慢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。萧凤、叶晨，你们这对狗杂种！700年了，我叶家站在大夏的巅峰，没有人敢挑衅我叶家的尊严。你竟然杀了我叶家的长老！杀了就杀了，能怎么样？叶晨，我叶家不止这1位长老，我叶家有10位长老，等着承受我叶家的怒火吧！萧凤，还有你这个贱人，老子看上你是你10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居然敢拒绝我叶家，你等着找死吧！拒绝你又怎样？你只不过背叛叶家，你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叶家给的，根本不是你自己。就算是叶家给的又能怎样？老子投了个好胎，你们这群白痴，老子生来就比你们高贵！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回叶家找人。滚啊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挡老子的道？让开！白痴居然敢打我！不许对天北大人无礼！赤龙军，天北大人，正是在下。小子有眼无珠，冒犯了你。天北大人，我不知道是你，饶了我吧。这小子有什么毛病吧？是，我有毛病。天北大人，考核怎么样了？萧家萧凤已经准备好了神尊大人的考核。你不是已经完成考核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北大人，这次考核不是神尊大人亲自吗？神尊大人他不是还没来？神尊大人他已经来了。已经来了？这怎么？难道大人他在暗处观察我？没错，神尊大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。赤龙军第1战神王天北拜见神尊。拜见神尊。叶晨，赤龙神尊。他是赤龙神尊。傻丫头，神尊大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。那我刚才……萧凤，欢迎加入赤龙军。